我是古代的丫鬟，穿成真假千金文里的保姆女儿。假千金耀武扬威，我上去就是一巴掌。大胆，她是嫡女，你是养女，怎么跟主子说话的？小少爷不认亲姐，我邦邦就是2拳。荒谬，长姐如母，这是你应有的态度。赶紧道歉。同学羞辱真千金，我原地发疯，阴暗爬行。沈家千金乃贵女，岂容你们放肆？谁再敢多言一句，我撕烂他的嘴。所有人瑟瑟发抖，我却转头替真千金整理好裙子。小姐，您只需要在意自己的裙摆，其余的交给老奴便好。我是大周国丞相嫡女的丫鬟洛河，替小姐挡刀而死后，再睁眼来到个奇怪的世界，成为保姆吴妈的女儿洛河。我称病休息半个月，才勉强弄清楚这个世界的规则。早晨，我娘将一把鸡毛掸子塞到我手里，阿和，快去将客房打扫出来，晚点大小姐就回来了。我疑惑地问，沈家不是只有一位大小姐吗？她看了眼主卧房门，压低声音，小心翼翼道，你还不知道呢，现在沈家这位小姐是20年前报错的假千金，真千金今天才被接回来。我福至心灵，也就是说，马上要回来的是沈家嫡女，而楼上那位是养女。我妈觉得这说法奇怪，但也能接受，差不多吧。这时，别墅门打开，一道纤细瘦弱的身影拖着个极大的箱子，慢腾腾地走进来。她看着富丽堂皇的别墅和满屋子的佣人，紧张到脸都红了。她细声细气地开口道：“那个，你们好，我叫沈南音。”我循着嗓音，下意识地看去，下一秒，眼眶一热，扔下鸡毛掸子，飞一般地扑了过去，嗷嗷喊道：“小姐，是您！没想到在这里，老奴还有幸能见到您。”沈南音被我抱住，浑身僵硬。我妈吓了一跳，忙道：“阿和，快松手，你别吓到大小姐。”我这才察觉不对，面前的少女长着和我的主子大周国丞相嫡长女一模一样的脸，但她神情怯弱，脸色惨白，和我家超尘脱俗，只一个眼神就能吓退吓人的小姐判若两人。我叹了口气，看来这个世界的小姐性子比较绵软。既如此，我身为跟了她40多年的贴身丫鬟，就更当照顾好她。一股责任感油然而生。客厅的吵闹惊醒了主卧的人，门打开，一名穿着真丝睡裙的少女打着哈欠走出来，她一眼便锁定住了沈南音，接着扬唇居高临下道：“姐姐，你终于回来了，我抢占了你的人生，原本满心愧疚，想要离开，可是爸爸妈妈和弟弟都不让我走，还说沈家只认我这个女儿，你只是有着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而已。哎，你瞧瞧，你今天回家，他们连接都不愿接你，只有我在这儿等你，我对你好吧？”一番话明晃晃的恶意和炫耀，沈南音怎么听不出来？但她只是苍白着脸，瑟缩了下脖子。沈明珠冷笑了声，这般畏畏缩缩上不得台面，自己就更不需要将她放在眼里了。思及此，她连装都懒得装了，指着走廊最尽头的那个杂物间道：“弟弟脾气不好，不喜欢家里有外人，我怕你吵着他，就住那里吧。吴妈，去把房间收拾一下。”我妈点点头，接着给我使了个眼色。看见大小姐被羞辱的我，早已在旁边蓄势待发。见我妈递来的眼色，我顿时福至心灵，3两步踏上楼梯，冲到了沈明珠的跟前。在她疑惑的目光中，我抬手给了她结结实实的2耳光。啪啪，清脆的声音响彻整栋别墅，迎着沈明珠惊骇欲绝，仿佛要杀了我的表情。我叉着腰，趾高气扬道：“大胆，她是嫡女，你是养女，怎么跟主子说话的？在大周国时，我阿娘就是丞相夫人的大嬷嬷，威严无比。若有谁敢出言得罪丞相夫人，她必然将胳膊抡圆，巴掌扇得急急如风。我得她真传。自7岁起，跟着大小姐，陪着她从贵女成为一国皇后，这40多年的光景，别的没学会，扇人的本事却是日益见长，力度和角度都拿捏得十分到位。2巴掌下去，整栋别墅都寂静了。3秒后，沈明珠爆发出尖锐暴鸣，指着我浑身哆嗦：“你疯了吗？你敢打我？信不信我马上叫爸爸开了你，让你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我冷笑了声，伸出手将他指着我的指尖按下去。究竟是谁疯了？自己心中清楚。你一介养女，连个外室都算不上，就敢在嫡女面前耀武扬威，出言挑衅。别说替小姐教训你，我就是将你扔出去也无可厚非。倒是你，沈家家主并非你亲生父亲，你一口一个爸爸，叫得顺口又好听，可曾想过你真正的父亲？沈明珠目瞪口呆，虽然我这话说的拗口，但她听懂了。我如何？你倒是说啊！你一句辩驳的话都说不出口，是不是因为你也认为我说的句句在理？沈明珠崩溃的咆哮：“你给我滚！该滚的人是你！”我毫不畏惧，不就是比嗓门吗？我从前在宫里和其他嬷嬷掐架时，舌战群儒，也从未怕过。迎着沈明珠恍若要杀了我的目光，我一阵风似的窜进了她的房间，在她的尖叫声中，将她的床单被褥、衣物首饰等一咕噜的往外扔。嫡女身份尊贵，怎能住偏院客房？从前大小姐没回来便罢了，如今她回家，这房间里应让出来给她。你一个养女，有落脚处便不错了，你若自觉些，就该自己搬过去，别到时候沦落得无家可归，露宿街头。我3两下薅完沈明珠的东西，立马跨下楼梯，收起刚才盛气凌人的模样，对瘦小可怜的沈南音露出讨好的笑：“小姐，老奴已替您将房间收拾出来，请入住。”语气恭敬，仿佛刚才扇沈明珠巴掌指着她鼻子骂的人不是我一样。沈南音瑟瑟发抖，短暂的懵逼后，所有人回过神来。我妈惊叫了声，冲上来阻止我：“沈小姐，您别生气，我女儿前段时间发烧烧坏了脑子，您千万别跟她计较。”沈明珠气得浑身颤抖，偏偏我说的都是真的，她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她原本是看着沈南音好欺负，加上父母和弟弟都只认可自己，她暗戳戳地欺负下沈南音，让她自己受不了，滚出沈家。
可现在我却明晃晃地捅破这层窗户纸，他还不能明目张胆地跟我对峙。他黑着一张脸，死死地盯着我，许久，冷声道：“吴妈，你养的好女儿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给我收拾东西搬去客房！”末了，他恨恨地瞪我一眼，等思睿回来，一定让他好好的收拾你。他是这个家的外人，不好出面对付我。可沈思睿不是，到时候他随便卖个惨，以沈思睿对他的忠心程度，一定会好好的整治这个疯了的小女佣和沈南音这个妄图抢走他优渥生活的贱人。沈明珠判了2天，终于判回了沈思睿。这天早上，我刚打扫完沙发，一名16岁左右的少年就怒气冲冲地推开别墅门，大声质问道：“听说那个在乡下长大的野种一回来就要把我姐赶出去，哪来那么大的狗胆？难道不知道这个家姓沈吗？人呢？给我滚出来！”他说完，气势汹汹地跑上楼，对着主卧门就是2脚。半分钟后，沈南音脸色惨白地打开房间门，他神情怯弱，害怕得直颤抖，嗓音哆嗦道：“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可以搬走。”沈思睿打量着面前的少女，骨瘦如柴，畏畏缩缩，上不得台面，比不上沈明珠一根毫毛。他厌恶道：“搬走可以，那你欺负我姐的账怎么算？这才刚回来呢，就开始作妖，以后岂不是要反了天了？”听见沈思睿的声音，在客房窝了2天的沈明珠终于出现，她红着眼眶，泪眼婆娑道：“阿瑞，你不要这样，她才是你的亲姐姐，就算她要赶我走，我也毫无怨言。姐姐不怕别的，唯独放心不下你。”沈思睿一听，顿时怒了：“姐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俩从小一起长大，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比亲姐弟还亲，可不是哪里冒出来的野种就能替代的。你就放心吧，这个家我只认你这一个姐姐，只要有我在，谁也赶不走你。”他说着，又踹了一脚房门，对沈南音道：“听见没？我根本不认你，不就是要钱吗？我卡里有100万，你拿着就赶紧滚吧。”沈南音扶住门框，吓得眼泪都要掉出来了，眼看着他唯唯诺诺的点头，就要回头收拾东西。沈明珠躲在沈思睿身后，露出势在必得的微笑。下一秒，刚还在客厅打扫花瓶的我，就出现在2人身后。“小少爷，你想赶谁走呢？”“当然是沈南音了，我只认明珠是我的姐姐。”他话音刚落，我猛地抬手按住了他的脑袋。“卧槽，你这个女佣干什么？快点放开我，你想死是不是？”沈明珠也吓了一跳，上前想阻止我，我一记眼刀飞过去，他顿时想起被我扇耳光的经历，愣在原地。我擒着沈思睿的脑袋，将他拖到沈南音面前，他正在收拾行李，一转头吓一大跳。“洛河，这是怎么了？”我看着面前这张和大小姐一模一样的脸，哭得眼睛鼻子通红，不禁一阵心疼，没忍住，邦邦给了沈思睿2拳，然后将他脑袋按在沈南音面前的茶几上。“荒谬，长姐如母，这是你对亲姐姐应有的态度。乔乔把你姐姐都吓哭了，赶紧道歉。”沈思睿想反抗，但他是个被温室养大的细狗，而我是山遍紫禁城无敌手的大丫鬟，他的力气自然不如我，于是他只能无能狂怒：“你这个死女佣，你敢这么对我，你给我等着！”我厉声打断他：“道歉！”沈思睿梗着脖子：“我不，我凭什么要给这个野种？”话音未落，我对着他的屁股又是哐哐2拳。丞相虽对大小姐宠溺，但对公子们却十分严苛，他奉行黄金棍棒出好汉的原则，没少罚公子们棍子，只是这种程度的责罚算不得什么。然而沈思睿却像是受到莫大的耻辱，突然哇哇大哭起来：“反了天了，你一个女佣居然敢打我，等我爸妈回来，我一定要让他们好好收拾你。”“那又如何？”我油盐不进，对着他的屁股又来了2下，赶紧道歉。最后沈思睿在我压迫的目光中捂着屁股，不情不愿地给沈南音道了歉。沈南音惊呆了，嗫嚅半晌，说了句没关系。这时别墅外面传来车子的声音，沈思睿趁机从我手底下逃脱，他站在门口恶狠狠地瞪着我道：“爸妈回来了，你们完了，就等着卷铺盖滚出沈家吧。”话音刚落，别墅门打开，一道浑厚的男声响起：“在闹什么？”沈思睿如炮仗般的冲过去，哭喊道：“爸，你接回来的这个乡巴佬反了天了，不光霸占姐姐的房间，使唤女佣把姐姐的东西全部扔了，还动手打我，把我屁股都打肿了。”沈明珠立马站出来，楚楚可怜道：“爸爸，不怪姐姐，都是我的错，这个家本就该是姐姐的，我是外人，住客房没关系的，就是害弟弟被女佣打了，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沈父闻言，目光沉沉地看过来，他自然不把我这个女佣放在眼里，只是盯着沈南音，不悦道：“刚回家就闹事。”沈南音本就胆子小，被这个眼神吓得直接呆愣在原地，话都说不出一句。倒是沈明珠哀婉道：“爸爸，你别凶姐姐，你们才是一家人，不必为了我伤和气。我下个月就要参加国际音乐节比赛了，等我拿到冠军，圆了梦想，就离开沈家，再也不破坏你们。”他说完，抹了把眼泪，作势要走。沈父却抬手拦住他：“你不必离开。”他道：“沈家又不是养不起你，况且2个女儿，一个自小养在身边，肉眼可见的优秀，一个畏畏缩缩，上不得台面。”他自然更倾向沈明珠。沈思睿梗着脖子对我和沈南音冷哼道：“就是要走也是他们走啊。”沈南音看着眼前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失落的想，或许他才是那个外人吧。下一秒，他手心一热，我握住他的手，挡在了他身前。“老爷，明珠小姐再优秀，流的也不是沈家的血。大小姐是夫人10月怀胎诞下的女儿，承载着您与夫人的期望，骨肉血亲，您当真忍心让她被外人欺负？”沈父神色一僵，我接着道：“您自己的女儿在您的家中被外人欺辱，我出手教训她，保全的是沈家的颜面。况且小少爷如今已然16，如此亲疏不分，若是您，难道不想教训她吗？”沈父下意识攥了攥拳头，别说，还真挺想。
我的话并没有说服沈父，毕竟沈明珠比沈南音优秀，他更看重两人的价值。但我说的对，沈南音到底是他亲生女儿，由不得外人欺负。况且若真把我和我妈赶出去，圈子里还会嘲笑他连亲生女儿都不认。因此沈父只能黑着脸将2楼主卧给沈南音，罚沈思睿1个月的零花钱，再罚我去打扫酒窖。我拿着抹布哼哧哼哧的干活时，酒窖门打开，沈南音探了个脑袋进来，局促道：“那个小何，真抱歉啊，害你被罚了，我来跟你一起打扫吧。”我赶紧起身道：“哎呦，这点活没什么的，小姐您金枝玉叶的，怎么能干这种粗活？”沈南音一听，扑哧一声笑出来：“小何，你讲话真有意思，像演电视似的。”我朝他竖起大拇指，真心的夸赞道：“小姐才是，长得跟电视里那些明星似的。”沈南音听着我的话，怯弱的眼神里闪烁着灿然的光。“谢谢你，小何。”被沈父罚了后，沈思睿和沈明珠老实了几天。2天一晃而过，沈明珠哼着歌下楼，目光落在我和沈南音身上时，轻蔑一笑：“姐姐，今天是你第1天上学，怎么不穿校服？”沈南音茫然道：“校服？我没有啊。”沈明珠捂嘴：“啊，可是入校必须穿校服配校徽，可能是妈妈把你忘记了吧？”沈南脸色微白：“那怎么办？”沈明珠恶劣的笑着：“那你就去求老师，让他放你进去啊！你总不想第1天就旷课吧？”他说完，冷嗤了声，转身要走。下一秒，眼前一黑，再回过神来时，他已经被我扑在了地上。我左右开弓，2个耳光扇在他脸上，将他打得头晕眼花。贱人，别以为我没看见，是你故意扔掉了小姐的校服。学校只能凭借制服和校徽入校，你用这种下作手段，就是想害小姐出丑。既如此，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言毕，我3下5除2包掉了沈明珠身上的制服。沈明珠被我包到只剩下安全裤和衬衣。我讨好的将制服递给沈南音：“小姐，您先将就着穿，待今日放学后再向学校买一套便好。”沈南音接过校服，看看我，又看看沈明珠，她此刻气得双目通红，浑身颤抖，指着我怨恨道：“洛赫，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要让你们2个贱人滚出学校！”他话音刚落，我反手又是一巴掌甩他脸上：“闭嘴！我家小姐听不得这种烟渣之语。”沈明珠，他恨恨地咽下到嘴边的脏话，转头回房间拿了备用制服。沾沈家的光，我也有幸在贵族学院读书。我在5班，沈南音和沈明珠都在3班。分别前，我警告沈明珠，若我发现你欺负小姐，别怪我不客气。沈明珠眼里带泪，配上对我打肿的脸，显得楚楚可怜。她是我姐姐，我怎么会欺负她？可这些贵族子弟向来讨厌穷人，到时候看我怎么护得住沈南音。我以为以沈南音的身份，只要沈明珠不作妖，她便能相安无事。可这里不是大周国，没有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我没想到，只是课间上个厕所的功夫，便瞧见5个女生将弱小可怜的沈明珠围在中间，不停地用杯子往她身上浇水。她们笑得张扬又恶劣。喂，乡下妹，你哭什么？谁叫你身上太臭了？我们帮你洗干净还不好吗？看见这幕，我猛地踹开卫生间的门。他们循声看过来，不悦道：“哪来的不长眼的东西？没看到我们在忙吗？滚出去！”我冷嗤了声，反手拿起旁边的水管，将水开到最大，对着几人就是一顿狂轰滥炸。啊！贱人，你疯了！他们边骂边躲，可厕所就这么大，又能躲到哪里去？没过多久，就浑身湿透，比沈南音还狼狈。到底是经常校园霸凌别人的人，他们自然不敢告老师，只能恶狠狠地放下几句狠话，各自请假回去换衣服。我则带着浑身湿透的沈南音朝3班走去。他攥了攥我的衣角，抿唇道：“小何，我们去教室吗？要不然请假回去换衣服吧。”他的眼中流露出深深的害怕，害怕沈明珠，害怕3班那群同学。我回握住他冰凉的小手：“小姐，你别怕，你才是沈家真正的嫡出小姐，硬气些，没人敢拿你怎么样。遇到欺辱就勇敢反抗，让他们知晓你的厉害，日后自然便不敢再欺负你了。”沈南音眸光闪了闪，乐地点点头。此时是午休时间，3班的教室却闹哄哄的。我还未走近，便听见沈明珠卖惨的声音。我已经提出要离开沈家，将位置让给沈南音，可爸爸妈妈和弟弟都不让，还说沈家只认我一个女儿。他话音刚落，周遭纷纷附和：“没关系，沈南音是亲生的又如何？沈家只对你有感情。”“是啊，你这么优秀，可比沈南音那个土包子强多了。要我说，他就该识相点自己滚，畏畏缩缩的，真上不得台面。咱们一定狠狠欺负他，让他早点滚出学校和沈家。”沈明珠得意地笑了，还未来得及说话，教室门砰的一声被我踹开。我指着教室里那群乌烟瘴气的人，对沈南音道：“勇敢地迈出第1步吧。现在，小姐，你告诉我哪些人欺负过你？放心，不需要你动手，老奴替您收拾他们。”沈南音抠着手指，犹豫许久，终于鼓起勇气，指着沈明珠那一堆：“他们都嘲笑过我，还撕我的书，把我的书包扔进垃圾桶，往我的午饭里放虫子。”沈明珠看见我，眼神闪躲了瞬，片刻，又想到自己这边这么多人，怕个毛啊！顿时硬气起来。沈南音、洛河，你俩干什么？要反天不成？他话音刚落，我拖起个板凳，猛地砸过去。是反天，反的就是你沈明珠的天。一个板凳过去，砸到了2个人。他们还没来得及发怒，我猛地冲过去，抓起沈明珠桌子上的书，一顿胡乱撕扯，接着又掀翻他的桌子，把东西倒进垃圾桶，将钢笔里的墨水喷洒得到处都是。沈明珠惊呆了，失声尖叫：“洛河，你疯了吗？在学校这么胡乱，难不成想被开除？”我嗤笑了声，早在周国时，小姐就已经教导过我，自己的狗关起门来怎么打都如何，可若是被外人踹了，丢脸的只会是狗主人。
虽然我很不想拿自己跟狗比，其他人见我如此疯魔，立马出手想要拦住我，他们合力将我按在地上，我却原地发疯，阴暗爬行，捉住他们的裤腿，把手上的红色墨水蹭了他们一腿，然后顶着沾满红墨水的脸，阴恻恻的笑，敢欺负我家小姐，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最后事情闹得太大，终归是被老师发现。办公室里，老师喝了口茶，面无表情道：“怎么回事？说说吧。”沈明珠正要开口，我一把捂住她的嘴，接着换上一副泪眼婆娑的模样。老师大老爷，您可以一定要替我和我家小姐做主啊！他们仗着我家小姐性子软糯，这么多人欺负我家小姐一人，若非是我及时出现，我家小姐今日便要交代在哪儿。说着，我抹抹眼泪，天可怜见，我家小姐孤身一人上京城，爹不疼娘不爱，还要被同门如此欺辱。您身为整个学校最公平的判官，可一定要严惩这群人。老师，最后沈明珠等人被罚写检讨，向我和沈南音道歉，而我俩只是被口头警告。从办公室出来，沈明珠等人咬着牙，死死地盯着我。洛河是吧？你能护沈南音一时，莫非还能护她一辈子？只要你们在学校一天，就别想过好日子。走着瞧。沈南音听见他们警告的话，脸色惨白，她紧张地抠着手指，问我：“小何，怎么办？要不然咱们退学吧？”我摇摇头，淡定地替她整理了下裙子，朝她扬起一抹充满安抚的笑：“小姐，别怕，您只需要在意自己的裙摆，其余的交给老奴便好。”自那天起，我便开始在3班和5班之间来回跑。或许是因为见识过我的杀伤力，沈明珠等人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虽见到我们还是会阴阳怪气的嘲讽，但到底没做什么过分的事。周末学校组织放假，我们老师拖堂的晚了些，等我飞速收拾好东西赶到3班教室时，那里已经没有了沈南音的身影。我立马慌了，强烈的不安充斥着大脑。我拦住其他同学：“你们看见沈南音没？她是学校的优等生，与这群富二代也不对付。”闻言压低声音道：“她刚下课就被沈明珠他们带走了，说是要算之前的账，我看那样子好像是往天台去了。”我道了声谢，往天台赶去，还没打开门，就听见一道闷哼，接着是一脚踹到身上的声音，贱货夹杂着棍棒和拳脚的声音，还有女生呜呜咽咽的哭腔。我的血液顿时恍若逆流，脑海里只有几个字：沈明珠找死。我怒气冲冲地踹开了天台的门，朝着声音发出的角落快步走去。然而想象中沈南音被他们围殴的画面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沈南音左手拿着不知从哪里找的棍子，右手抓住沈明珠的校服衣领，面无表情，语气冷冽道：“再敢哭，信不信我将你牙齿一颗一颗拔下来？”而其他人全都警惕又害怕地盯着沈南音，似乎想跑，但又没那个勇气。看他的目光像看怪物，我被眼前的画面震惊住，愣了许久，才犹豫地喊道：“小姐！”沈南音回过头来，只一眼，他脸上刚才还戾气丛生，顿时变成激动的笑意。“阿和，你也在？”小姐扔下棍子，警告地瞪了眼沈明珠，朝我走来。我呆愣在原地，半晌才难以置信地又重复了一遍：“小姐。”她含着笑，微微点头，明明什么都没说，却又仿佛说了千言万语。我顿时眼眶一红，2泡泪水飙了出来。这是小姐，是大周国那个杀伐果决，一路从丞相嫡女坐上皇后之位的小姐。我喜极而泣地抱住她，片刻又想到什么，小心翼翼地问：“您过来了，那原来的沈南音呢？那小姑娘虽然性子绵软，但对我极好，她若没了，我应当也是伤心的。”小姐弹了弹我的脑门：“我与沈南音本就是一个人，只是大周国的我拥有主魂，她这副身子是残魂。你死后没多久，我便在宫里郁郁而终，睁开眼便来到了这儿。如今我俩的魂魄融合，这副身躯的灵魂才算是完整。原来如此。”我俩短暂地叙了个旧。小姐又重新转头看向沈明珠：“没想到你一个外人，竟真有胆子骑到我的头上。你不会真以为我回来后，你能继续像赖皮狗一样待在沈家吧？”沈明珠和小姐如今已经撕破脸。闻言，她梗着脖子道：“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哪点比得上我？爸爸妈妈肯定是选我，不是你啊！他们奈对我这个亲生女儿如此冷漠，就足以说明他们骨子里就是冷血的人，留下你不过是看中你的利用价值。那又如何？我起码有价值，不像你废物一个。沈南音，你永远比不过我。1个月。”小姐冷冰冰道：“我就能让你滚出沈家。”我和小姐回到沈家，沈思睿像个大爷般坐在沙发上，看见我们，趾高气扬道：“那个谁，去给我倒杯水，本少爷渴了。”小姐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打量着他，冷嗤了声。沈思睿刚想骂人，余光瞥见我，又憋了回去。小姐冷笑道：“真丑，若非血缘关系，我还真不想承认自己有你这么丑还废物的弟弟。”沈思睿，他跳脚了。不是，乡巴佬，你痛什么意思啊？然而小姐抬手将他又按了下去。他兀自坐回沙发上，拍了拍身侧的位置，叫我过去坐。接着转头理所当然地对沈思睿道：“去给我和你小何姐姐倒杯水，快点。”他很不想去，可对上沈南音的眼神，他又觉得自己不得不去。操，怎么这乡巴佬去上了1周学，回来变化这么大？知识就是力量吗？沈思睿憋不得给我俩倒了杯水。就在这时，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沈父沉着脸走到客厅，目光在我们身上转了圈，道：“听说你们在学校打架？”沈南音侧过头：“沈父冷着脸：“沈明珠在学校读2年，从未传出过什么丑闻，你才去1周便闹得人仰马翻，简直就是在给沈家丢人。你要不想上学，以后就别去了。还有你这个女佣。”他话还没说完，沈南音便面无表情地打断他：“父亲，沈明珠是你的女儿是吗？”沈父一愣：“什么？
小姐勾着唇，面上是洞悉一切的光。她是你外室所生之女，不应当叫私生女。若非如此，你怎么对她这么上心？连我这个亲生女儿被欺负了，都视而不见。沈父怒了，你胡说什么？我和你妈感情深厚，我怎么会做出对不起她的事？感情深厚，却苛待你们的亲生女儿。若这事传出去，你觉得是我和沈明珠打架丢人，还是你们的所作所为更丢人？她惊讶地看着沈南音，没想到她也有这么伶牙俐齿的一面。眼前的沈南音自信又淡定，依稀可见他妻子年轻时的风貌。短暂的愣神后，沈父道：我并不是包庇明珠，她那边我已经训斥过了，以后在学校她不会再找你的麻烦。至于你受了委屈，可以告诉我们，以后不要再胡来了。呵，小姐不屑地冷笑了声。沈父按了按眉心，无视她挑衅的态度，转头又将目光对准我。你这个小女佣怎么回事？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你打的都是我在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的孩子，现在他们动了怒，让我给他们个说法，沈家已经容不下你了。我给了你妈一笔钱，你俩赶紧收拾东西，滚出沈家吧。我皱起眉头，想要反驳，其实我滚无所谓，但我妈是无辜的，她在沈家干这么久，不能因为我就丢了工作。然而不等我说话，小姐便起身道：小何不光是女佣，更是我朋友，她仗义出手也是为了保护我，我不允许你赶她走。可是她打人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怎么你在圈子里这么没地位吗？别家的手都伸到你面前，想要教训你家的人了。她发现沈南音说话气人有一套，其实她也不是非要赶我走，只是觉得我厉害，不想让我继续带坏沈南音。好，不走也可以。半晌，沈父妥协道：但起码要给他们个交代，晚点我要参加个酒会，你带上他去给他们道个歉。我还是第一次参加酒会，和古时候的宴会差不多，除了我俩，沈明珠和沈思睿也出席了。沈明珠一进会场便如鱼得水，同大家寒暄，搞得好像他才是这个宴会的主人。反观我和小姐，无人搭话，显得冷清了些。我俩也不在意，找到之前打过的那几人，他们看见我俩得意洋洋，出言嘲讽道：哟，之前不是挺厉害的吗？有本事别道歉啊，我们白白受了欺负，这是不能这么算。这样吧，你要是敬我们一人一杯酒，我们再考虑原谅你怎么样？他们有心为难。沈明珠笑着在一旁看热闹，沈思睿则皱着眉，似是想上前，但最终撇了撇嘴，什么都没说。这边动静不小，很快便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那就是沈家真千金，沈家在金圈地位那么高，怎么逼着女儿给那几个小老板的孩子道歉，还让他被如此羞辱？看来这真千金也不得宠嘛。他们这话刚说完，便惊讶地看见我将一杯红酒兜头浇到了其中一人的脑袋上，接着抬手哐哐扇了另外几人耳巴子，所有人惊呆了，只有小姐朝我竖起大拇指。阿和，你的巴掌还是那样，又狠又准。我内敛一笑，都是小姐训得好。小姐抬了抬下巴，对刚才还无比嚣张，此刻瑟瑟发抖的人道：我有沈家和阿和做靠山，你们有什么？说完便拉着我趾高气扬地离开。走出宴会厅，我略显担忧地问：他们要是回去继续告状怎么办？没事。小姐替我理了理头发，再怎么生气，他们要对付也只是对付姓沈那个老头，我有你在，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的，你就是我的底气。小姐料想得不错，那群人之后果真没再找过我们的麻烦，就连沈父都没再过问这件事。我还以为是老头良心发现，可过了几日才知道，原来是小姐跟沈父打了个赌，他居然通过报名了国际音乐节。这个比赛4年一次，非常具有含金量。沈明珠学了10几年的小提琴，就等着在这次的比赛上一展光彩，彻底坐实沈家千金这个身份，替代小姐。小姐报名的是古筝，她拉着我在一旁陪练，拨弄着琴弦，点头道：还行，虽与大周国的古琴有所出入，但总归弹法差不多，我练一练应付这种程度的比赛，应当不成问题。我坐在旁边，满是星星眼，太好了，又能听见小姐弹琴了。在周国时，小姐便一曲名动京城，只是后来入了宫，被皇贵妃陷害，手腕落下残疾，此后便再也没碰过琴。这是小姐的遗憾，也是我的遗憾。没想到有朝一日还能弥补这个遗憾。沈明珠也知道小姐报名的事，她阴沉地盯着小姐，不屑道：你一个乡下的土包子，能念出乐器的名字就不错了，为了跟我较劲，还报名了比赛，到时候在赛场被我打了脸，别回来哭唧唧的告状。小姐冷嗤了声。很快到了比赛当日，沈父和沈母都来了，他们在2个女儿之间犹豫了片刻，最后走到了沈明珠那边坐下，而小姐这边抱着古筝，只有我陪在身侧。沈明珠挑衅地冲小姐笑了笑，小姐眸光清冷地看着舞台，丝毫没将她放在心人。很快轮到沈明珠上台，她的小提琴拉得的确好，虽然我听不懂，但我观评委的神色便知道她的水准想来是极高的。若不是小姐参赛，她或许有可能拿冠军。我转头正要同小姐说话，却听见她一字一顿道：阿和，准备。小姐冷笑了声，那贱人弄坏了我的古筝，还好我早有准备，拿了备用的，待她下台后将她擒住，等我比完赛，我要亲自收拾她。听见有诗稿，我顿时眼睛一亮。好嘞，沈明珠比完赛，所有人觉得稳了，这波冠军肯定是她了。没过多久，小姐一袭带青色长裙，抱着古筝上了台。古筝在现代不算小众的乐器，但弹得好的人却屈指可数，实在是她投入成本大，回报小，且带着麻烦不能随时装逼，所以很少有人选择学她。评委们起初并不在意，直到调子响起，小姐素手一挥，无数音符自她的手下流泻而出，所有人包括沈家父母在内当场愣在原地。而另一头休息室内，沈明珠刚下台，还没来得及放下小提琴，我便出现在她的面前。她自信得意的笑容一凝，警惕地看着我。你要干什么？我道。
小姐的琴是你弄坏的吧？沈明珠心虚了瞬，转瞬又理直气壮，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现在很累，你赶紧让开。我冷冷道，你自己也学乐器，不会不知道对乐手来说，乐器就如同他们的朋友一般，你损坏小姐的古筝，可曾想过自己？沈明珠皱起眉头，你神经病啊！我怎么了？她话音刚落，我夺过她手中的小提琴，当着她的面砸成了两半。沈明珠短暂的愣神，片刻后，她目眦欲裂，尖叫道：洛河，你这个疯女人，你凭什么砸坏我的琴？这是我花大价钱请意大利名匠定制的，我要杀了你！然而他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我3两下就将沈明珠钳制住，用早已准备好的尼龙绳将她捆住，踢到了角落，静等小姐比完赛再来处置她。比赛结束后，沈家父母犹豫着朝小姐走过去，他扫了他们一眼，冷淡的笑笑，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但先别说，跟我去个地方。他们跟着小姐走到后台，一眼便看到碎了的小提琴和被绑着坐在地上的沈明珠。沈父顿时怒了，洛河，又是你，你现在要反天不成？小姐冷笑了声，关上门，将自己被弄坏的古筝拿出来，接着将来龙去脉告诉了他们。两人难以置信，在他们看来，沈明珠乖巧听话，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小姐给我使了个眼色，我立马将刚才在休息室和沈明珠对话的录音放出来给他们听。两人听完，脸色都很不好看，但也没再责备我，只是有些恨铁不成钢地看向沈明珠。他朝沈父沈母挪过来，眼中含着泪水，楚楚可怜道：爸爸妈妈，你们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弄坏姐姐的古筝的，我只是……他话音未落，小姐突然惊讶地开口：爸爸妈妈，如果我没记错，妈妈当年只生我一个女儿，你是哪来的野种，也敢叫爸爸妈妈？沈明珠怒道。沈南音，你别装了，想要羞辱我，大可不必用这种方式，是吗？你这么理直气壮，难不成是仗着他们养了你20年，所以有恃无恐吗？小姐勾了勾唇，接着从随身携带的挎包里掏出一沓文件。如果你妈当年没有故意调换我们，你现在哪有机会学小提琴？站在这样盛大的舞台上，你霸占了我的人生20多年，对我毫无愧疚就算了，现在竟还想对付我。他说着，将文件摔在了沈父沈母面前。看看吧，沈明珠他妈临死前亲口说出的真相哦，她现在还躺在小县城的医院，等着看女儿最后一面呢。所有人难以置信。沈明珠愣了许久，回过神后，歇斯底里的尖叫道：不可能，不可能！这件事还是小姐先前托我去调查的。她直觉世界上没有这样巧合的事，哪有人养了20年的女儿是不是亲生的都不知道？果然，这一查便查出了问题。沈父和沈母看完文件，神色复杂。就在这时，所有评委打分完毕，前台主持人激动地念出了冠军的名字：沈南音。听见这个结果，小姐非常满意的笑了。沈明珠则目眦欲裂，难以置信：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她处心积虑了20年。他明明努力了20年啊，眼看着就要取代沈南音成为真正的沈家千金，实现阶级的跨越，这辈子都不用再回到那个小县城。临走前，小姐留下一句话：我就一个诉求，在我领完奖回来前让沈明珠滚，否则我不介意报警，请警察彻查这事，到时候闹起来别怪我不给沈家留面子。说完，她给我使了个眼色：小何，你在这里盯着他们。我立马将门死死地守住。好的，小姐。小姐走后，沈明珠跪着蹭到2人脚下：爸爸妈妈，我是无辜的，你们养了我20年，难道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不想离开你们，沈家这么有钱，多养一个我怎么了？我以后一定听你们的话，好不好？可是沈父已经有了自己的思量，沈南音如今跟变了个人似的，执行力强得可怕，如果自己不顺着他，恐怕他真有胆子闹。况且，沈父垂眸看着这个养了20年的女儿，心底突然生出一股厌恶，他竟然被算计了，将算计自己的人的女儿养了20年，还为他苛待自己的亲生女儿。半晌，沈父收回眼神，语气凉薄道：我们养你20年，也算仁至义尽，从今往后你与沈家再无关系，该如何是你自己的事。说完，他又憋屈又无奈地问我：这样可以了吗？我摇头，口头上的承诺不算。沈父一噎道：那你得让我出去，我才能去处理户口，将他从沈家除名啊。哦，那你先签字保证。沈父，我签。沈父的效率很快，没过多久，他便将沈明珠从沈家户口上除名，接着对外宣布沈家只有沈南音这一个女儿。沈明珠收拾东西离开那天，我和小姐都去送她了，当然主要目的还是胜利者的炫耀。她的神色很憔悴，双目通红，死死地盯着小姐。你们给我等着，只要我活着一天，早晚会回来找你们报仇的，到时候沈家人一个也别想好过。小姐嗤笑了声，给我使了个眼色。我心领神会，撸起袖子上前啪啪给了沈明珠2巴掌。贱人，得沈家恩惠这么多年，不知感恩就罢了，还敢口出狂言。沈明珠捂着脸，恨恨地瞪了我一眼，转头离开。待他走后，我问小姐：当真就这么放他走了？小姐，你不怕他？弄死他很容易，可活着未尝不是一种痛苦。小姐笑吟吟道：让他活着，看着自己讨厌的人扶摇直上不好吗？你知晓我的手段，对他这种没有威胁人，斩草除根容易，杀人诛心才是最痛的。我跟个小迷妹似的点头。小姐说的对。小姐抬手摸了摸我的脑袋，沈家可比申公要简单多了，这京城的圈子也不过尔。从前在申公里，我再如何厉害，使得手段，终究还是要屈居在皇帝之下。可这里不同，若是有能力，若是有手段，我能成为人人敬而远之的存在。所以，小何，你愿意陪我一起爬到那最顶峰去吗？小姐朝我伸出手，迎着朝阳，我感激涕零，握住了小姐的手。阿和愿意。全文完。